我靜靜地看着監控畫面裡跪着的2人，想起上輩子被他們推出家門時，我也是這樣跪在雨裡求他們不要拿走最後一點食物。手指輕輕劃過控制台，我切斷了外部通讯，屏幕按下去的瞬間，我看到他們臉上絕望的表情。雨還在下，但我的心已經不会再为他们淋濕了。2天後的清晨，警報再次尖銳響起。我走到控制台前，監控畫面上顯示的場景讓我不禁挑眉。這次來了更多的人，約莫20-30人擠在幾艘簡陋的木筏上，看起來聲勢浩大。潘啟站在最前面，儼然一副領袖模樣，用力拍打着郵輪大門。林無淵，看到沒有？今天你要是不開門，我們是不會走的。白依依在一旁幫腔，聲音尖利。大家都是同胞，你怎麼能這麼冷血？人群頓時騷動起來，七嘴八舌的開始施壓。就是這麼大的郵輪，我們一點對手怎麼了？你們願意佔這麼多資源，良心不會痛嗎？開門，否則我們就不走了。我覺得幼稚的可笑，乾脆打開外部揚聲器，一個個懟回去。這位大叔，上次你說你老婆孩子快餓死了，但我記得你是單身吧？那位大媽，你說你3天沒吃飯了，那手裡攥着的餅乾包裝袋是哪來的？還有你潘啟，上次不是說再也不來了嗎？被我點破的人頓時面紅耳赤，支支吾吾說不出話。就在這場鬧劇中，我的目光突然被站在人群最後方的那個女孩吸引。她看起來不過10歲，瘦弱的身子裹在一件過於寬大的雨衣裡，臉色蒼白的可怕。自始至終，她都安靜地站在最後，沒有參與任何叫罵，甚至沒有抬頭。你呢？我通過揚聲器直接問她，你沒有什麼要說的嗎？女孩似乎沒想到會被點名，嚇了一跳，卻生生地抬頭看向攝像頭。她的眼睛很大，卻沒什麼神采。她聲音細弱為凝，但還是被麥克風捕捉到了。大家說這裡有吃的，我才跟着來的，但是我覺得這樣逼迫你不好，所以一直沒說話。人群頓時嘩然，有人憤怒地瞪向她，我心裡微微一軟，在這樣的末世裡還能保持這樣的想法，實在難得。你走過來，到大門口來。